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我有个提议啊，总归也要总结的，对吧？你们在这小屋里面心理波动最大的时刻是什么？芜湖，因为反正最后一天了。老师好会提问啊！最后一天了。心理波动最大。其实我是就是在山上读信那次，我在写信和读信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很顺畅的，因为我走了以后，我其实就不怎么想给大家读信。能感受到所有集体活动都不说话，扎心了，老铁。梁老师说到小伙伴一起在这个大房里做一件事情，我当时就已经非常想掉眼泪了，所以我一直仰着头。那一天，我吃完感冒药，躺在白色沙发上，小屋里没有很热闹，可我知道，他们都在。在爱情里，先问他个千百遍你到底要什么，想清楚了就去爱吧。我觉得就是代表我对大家的感情啊，就像我说的，就是我没有很多兄弟姐妹，但是大家都是我的兄弟姐妹一样，我非常喜欢这样的生活啊。明白，懂你意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情感。那我现在最想看的一个画面还是侯老师正面哭是什么样子的？正面哭，他们只看到个背影。我把他背面的这个和正面的这个都给他做下来。下面这个文字我也想好了，我要悄悄告诉他。救命啊！我要退群了，我退出群聊了。这个群不能退，这个群你不能退。怎么了？怎么就对号入座啊？怎么就对号入座？哦，哎呦，这是侯老师的表情包，又不是你的，怎么回事啊？啊！你们欺人太甚，我看不下去了。不会，你很幽默，你很幽默。我想想看，说点什么呢？给我触动最深的可能就是今天的行程。我觉得事情是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因为我们的错过就是从那次攀岩开始的。今天约会，我车到一半我都不知道要去哪里，然后他后来告诉我说我们去攀岩，这就是再去了一次我们去的那个攀岩的场所。然后在攀岩的场地也有把之前的一些疑惑呀、矛盾啊都聊开，然后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释然了。所以也很感谢你吧。应该的，错的比较多就应该改。这一次我感觉是真正的把所有的刺和遗憾都拔掉了，因为之前都会感觉我要闪躲，我比较害怕，但这次我觉得我可以直视他的眼睛，听他来怎么评价我。到我，因为现在在饭桌上，其实我就想到之前，因为我跟允婷我刚进来的头第一天还是第二天刚进来，他就坐这儿，我坐这儿，他坐这儿，然后夏问说那个大家用一个动物来形容自己，你们猜到他说是什么？企鹅。为什么是企鹅？他自己就说，他说企鹅是一个就是很长情的动物，他一生就只认定了一个伴侣。然后我记得非常清楚，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向右转，然后看着我，然后我就看着他那个眼睛，他那个彩色的眼睛，就是跟一个对象一辈子。就是这一刹那的眼神，就是这一眼。我当时其实因为对大家都不熟，但我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刻坐在这儿的那个他，然后我心里的当时的想法是，我说这个小男生对于情感有如此深沉的理解。我觉得还挺神奇的，就是回想起来第一次吃饭坐边上的那个。谢谢。好，我的话应该是从听到大家的信开始，接着的几天都是一直处在一个波动比较大的阶段。对，那段时间就思考了很多
对于自己的想法，然后也跟良田做了很多的沟通。虽然说，我的沟通能力真的是需要加强。对，就是很多的情绪吧，有内疚，也有开心，然后也发现说自己的三观跟爱情观都是处于一个非常还没有建立好的一个阶段。以前我以为已经结束了，就是我的爱情观就是这样，它就不会变了。但是现在发现说，其实它是非常不成熟的。嘿嘿，好。我觉得你已经说的非常好，说不要自责，真不要自责。哎呦，这个眼神，凯恩女士，我是一个内核不太稳定的人，我的情绪其实很容易受别人的影响，我的思想也很容易受别人的影响。所以在这里，其实我的情绪起起伏伏，浮浮起起很多次。你们看我，可能每天都是哈哈哈哈哈哈，但是我每天晚上都在捶我的小床，都在这样捶。你旁边住的是谁？有没有感觉到地震？确实，我的心脏地震了很多次，然后我到这一刻我都不敢说。我确实很胆小，我确实是有很多东西不想被你们看到，但是我从第一天晚上老骆如此坦诚的时候，我就是因为我有一件事情一直压在心里面。因为我确实，我有的时候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但是我就是逃避，我就是不想面对。我觉得我有的选，我可以躲，我可以回到那个小壳里面，反正有人会包容我的这一切，我不用说出来，我可能每天只用傻乐就行了。但是大家都很真诚。他怎么了？但其实讲到这里就已经很棒很棒了，已经很真诚了，这已经很棒很棒了，没有人一下子就特别快长大，对不对？而且我觉得这已经很好了，对吧？这已经很好，这已经很好了。所以其实这题对我来说很难。我是胆小的在作祟，我不想让最狼狈的我展现在大家的面前。这个秘密对我来说是我心中两个小人打架的一个东西，一个矛盾点。然后关于这件事情，其实在恋爱当中是非常的要紧的，对于我来说我认为，所以我想说我会等到一个跟我最坦诚的人，可能我们之间互相有好感的人，真的感情要走到就是比较坦诚的这一步，我一定会告诉他。你先暂停一下吧。我有一件事情，可能真诚到说出来你会吓一跳。什么？因为现在我们的情况是，我觉得，从你那天跟我说完话之后，我会觉得其实你有做很多行为，会让我觉得你很优秀，你很棒，你的这种付出也好，陪伴也好，都是只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已，你没有说要去影响我，要去影响你的判断。对，然后我倒回去看之后，我就觉得这点很戳我，
所以我觉得现在基于我们两个人是互相有好感的前提下，从一个真诚的角度来说，我有一件事情我想要跟你说。说吧，我做好准备了。真的吗？我之前跟你说我有7、8年的感情的时候，你有这么想过吗？我是觉得你也好，夏夏也好，你们能有一个7、8年的感情，是让我会觉得很羡慕或者很佩服的一个事情。其实我的这一段感情和夏夏的这一段感情不太一样。我是婚姻。其实我在15年的时候就跟我前夫就是恋爱了，然后我们在18年的时候领证，在19年的时候举办了婚礼。他对我来说是一个受伤的标志，是一个比较狼狈的一件事情吧。所以你当时心理咨询是什么一种情况下去做的？我上一段感情经历不太好，然后有一段时间就是无法排解掉这种情绪吧，那我可能就去心理咨询或者什么排解掉它。我这里想插个题外话，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假设已经是结婚的状态了，你们觉得是感情不好的是离婚比较那个，还是说勉强？一定是离婚。怎么样？我可是个故事很多的女人。故事多代表魅力大呀。哎呀，老师。万万更多给我的感受是一个很安心的存在，我能真心诚意地说出我真实的感受。可能他经过思考之后会有其他的想法，我得给他时间让他想明白。其实我能说我也大概其实猜到了吗？真的吗？是这样啊，就是我觉得婚姻只是法律去给你们的感情加上一层保证，但是这并不影响这个感情本身的本质。就是我并不希望说这个东西是婚姻还是我们谈恋爱，这个东西会影响你自己对后面所有的事情的判断，因为你还是你。它会影响我的判断的，因为还有另外一个事情，是我们的婚姻让我和他之间有一个小孩。真的假的？是不是一下子有一点信息量太大了？但是这第二件事儿是有真的震惊到我，但我不想说，就比如说愣在那儿愣个2、3分钟，让他陷入尴尬的那种场景，因为他会脑补很多事情嘛，而且他对这种事情肯定是相对比较敏感的，所以我也在有努力的去控制我的一些反应，我不希望我当下的一些反应会伤害到他。首先肯定还是很感谢你的真诚，能把这个事儿就是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去告诉我。然后我们现在都在30岁以上了，谁都有过去的一些经历，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当下的我可以100%真诚的告诉你，我觉得你好就是好。但是同时还是那天晚上跟你说的那句话，就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没办法，你这些压力它就是存在的。是的，是的。先干一杯，祝贺你勇敢地踏出了这一步。我怎么觉得你的情绪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你预计我会是什么样的？我觉得你应该会思考一下，陷入一下沉思之类的。其实当下来讲，就是沉思，我肯定是会要沉思的了，但是我不想说，因为我的沉思会让你陷入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因为这种东西肯定是需要去后面去消化、去思考的。我并不觉得这个会影响我对你这个人的看法。你好的地方，你闪光的地方，你有魅力的地方，我依旧是觉得好的。天哪，默默沦陷了，沦陷了！救命！你不要这样看我，我要受不了了。怎么了？我先崩溃一下。我以为先崩溃的人是你。啊！救命！你看看，都干杯了，别崩溃，别崩溃。他真的很尊重卡卡。万万真的很棒。小男孩还是小女孩啊？小男孩。小男孩。跟我很像。哇哦！哎呀，也很搞怪。他的性格好像也很好，很好，很好。我有的时候会觉得，上天真的给了我很多东西，给了我这么好的原生家庭，然后我又去给予了一个生命，然后这个生命它能反馈给我的这种力量，很幸福，很幸福。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说，我还是很渴望感情的，但是我会觉得说，但我现在已经其实除了感情什么都有了，所以你有时候会觉得它也不是一个必需品了。不是，我会觉得说也不用奢望这么多，就是你享受当下有的这些就好了。但是心里可能还是一直会想说，我也不想就这样，可能一辈子一个人，或者是怎么样的。For you, darling, don't be afraid. I have loved you for 1,000 years. I love you for 1,000 more. 到我们现在这个半熟的年纪，其实大家应该都有过很多的故事。他在跟我说要跟我坦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也大致的会有一些预期。即使他跟我说出来之后，我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惊讶，我从来没有把他往妈妈这个角色去想过，所以当他说出来的时候，真的就是反差还挺大的。不惊讶肯定是不可能的，我确实也需要时间去考虑了，但是肯定不是现在，至少现在我希望我能够尊重他。哎呦，天哪，我的妈呀！我胆子太小了，就是你们看到的我可能和真实的我不是一个人。我有的时候觉得我可能伪装的太多，伪装的太好，你们每个人对我的评价都是我伪装的那一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庆幸。哇塞，我又做到了。反正有些话我的确还是想要再保护一下自己，我不想说，但是没事没事，你就先这样吧。我鼓起了很大的勇气，真的非常想说，但是话到嘴边还是咽下了。终究是我对自己的那个保护欲赢了坦诚小人。你没逃跑，没逃跑啊！反思一下，我们俩跟他约会，为什么没有让他情绪波动？我自己反思，我反思一下，现在就把我的床捶烂，好吧？你老陆，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不要看着我了，求求大家了，拜托。回头你再怎么样情况还能跟我聊的，好不好？出去也一样，好不好？好不好？你随时电话打给我。我会在你的直播间说你的老cross出来了。你跟我说我现在心情不好，我立马下播，好不好？好啊，好吗？好。你随时电话打给我。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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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我们的勇气。哎，是尽我们的勇气，每个人都很勇敢。哎呀，都是这么真诚又勇敢的人，好棒啊，大家啊！感觉想带着这种心情回到现实社会里面，会是什么样的感受？肯定会变化很大，反正挺好。其实我知道咔咔这个身份之后，我更欣赏他了。就我觉得他更了不起了。就他和万万两个人都好吧。就是之前我们也聊到说，咔咔就觉得他像一个小太阳一样，然后他是内心很稳定的。但今天我们发现，那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他展现给大家看的那一面，在今天才稍稍把它打开了一下，然后把这个东西坦诚给了万万看。对，万万其实是承接住了这个情绪的。对，其实他刚才在表述那一段的时候，其实我的情绪波动挺大的。就我特懂他，其实有一种人，他是在进入一种状态之前，他是有一个开关的。开门之前，你可能要深呼吸，打开那个开关，一打开，嗨，大家好。他遇到了一个可以让他柔软的人的时候，他突然间说：“我要这样吗？我要不要把我自认为不堪的那一面告诉大家呢？”他说他觉得他伪装了自己，欺骗了大家。我觉得不是，我觉得那个伪装，我更愿意叫他为保护吧。其实我没有觉得他在伪装，我觉得这都是他。其实他挺真诚的，而且我觉得他在这个时候告诉万万，我觉得他也是非常负责任的一种态度。我其实很看好他们。刚刚万万说，其实不影响我对你的判断。抛开了很多其他的因素，他们就是坦诚的两颗心的相遇，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点说会更坚定他们的感情。我看了他刚才说这个时候，我对咔咔更尊敬了。我认为咔咔他很多在处理人际关系，跟人沟通上都是天花板级别的。所以都是教科书级别的，但是你现在知道他竟然也有一段这样的一个比较悲伤的一段历史，但他依然给我们看到他在跟人相处的时候还是很健康的一个人格。所以我对他肃然起敬。其实我们从今天的角度说，单亲妈妈应该是勇敢、自由、独立的标签。如果一个女性能够在家庭不幸解散以后还能够承担为母的责任，我觉得她相当了不起。像咔咔这样，她还能够保持健康的人格，她就更了不起。咔咔完全没有必要去背负别人的世俗偏见，有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影响，没必要背负这样的一个很重的壳。对，那当然我们也高兴的看到万万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认知天花板。你看万万的表现，马上问小孩是男孩是女孩什么，然后给了咔咔足够的尊敬。咱们这个恋综是个神仙恋综，我相信它会让很多社会上的人重新提升认知。就是已婚女性或者说有娃的女性，她们和单身未婚未育的女性一样拥有正当的平等的恋爱的权利。我们期待咔咔能够更多的去感受自己内心的变化真实是什么，能够挣脱最后这个枷锁。对的对的。